2年前的时候我得新冠，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梦，然后特别迷糊。然后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是我天哪，我看到了我自己，那我现在是在哪里呢？然后就是那么一惊的时候发现啊，我又回到了床上，这个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然后这还不算，我有位关系很好的朋友，他有更离奇的出体体验。他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在有一次午休的时候，突然就出体了嘛，然后一开始特别害怕，就感觉整个灵体嗖的一下子从头顶的上方嘛，这么出来了，而且还能听到声音。好，但是周围的人的话都没法互动，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往上飘了，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那种世界，不同的像。好，然后我们现在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世界，它只是其中一层频率就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质世界，但是就在同一个空间当中，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不一样的世界。人在某一种半梦半醒的恍惚的这种状态当中是可以感受到其他频率的世界的。就好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之前会做很多的梦，然后看到很多的像，好，但是这个时候刷个牙的功夫就搞忘记了。好，然后有时候梦到的那些东西啊，其实并不是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面，而只是说我们像手机连到 WiFi 一样接收到了那个频率的信号，就像我们手机在网上去查有一些视频啊、网页啊，这东西并不是说那个内存它是在我们手机里面，而只不过是我们连上了 WiFi 接收到的那一个频率的信号，所以就会慢慢的去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象。好，这里他就跟我描述了一下他看到的各种景象吧，就是有那种天人道，然后也有那种像赛博朋克一样的世界，就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又感觉自己很渺小，甚至说还能够看到自己就是悬浮在月球表面，悬浮在一个新的有光环的星球的表面，然后太空漫步。好，然后这种感觉与体验呢，真的是无法言语的一种美妙，就是比人生4大喜事加起来还要爽10倍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只是很小的一层频率，其实它在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我们可能就是相当于一只金鱼在鱼缸里面，但是鱼缸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还有大海，还有整个宇宙。而且这个时候人脑对时间的感知是会很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做梦，梦境当中感觉过了2个小时，但是醒来拿起表一看，只是睡了20分钟。我记得那次跟我同学一起出去开车自驾游嘛，然后他跟我聊天，聊着我就犯困嘛，然后这个时候哪怕是1秒钟0.1秒的时间，我看到那个像嘛，就感觉时间加速了10倍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有奇思妙想的一些幻想。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就是很低层级的，并不是说其他看到的那些灵异的世界，或者说那种天人道赛博朋克的世界就是比我们这边要高级多少不过呢，就是在有一层世界，就是那种天道的，你会看到很多飞天，我们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可能就是可以看到10公里之外的那种景象，在山里面，然后像谷歌地图一样给它放大看到像海奥华星球一样很幸福很无忧无虑的那种飞天的存在。而且我的这个同学他也是学航天专业的一位高材生，就是也是接受过那个现代就是数理化科技的教育的，而且我是再三跟他确认了之后他才跟我说这些事情。他说他的这个特异功能他从来都不跟其他的人说，因为怕别人认为他是神经病。后来我就说我想跟你去学呀，我想学这个东西。好，他说这学了又不能变现，学了也没什么用，该找工作还是找工作了。对，不过他就说呢，说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之后呢，可以立马就是在日记上面把自己刚刚梦到的东西给记下来，然后坚持1个多月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一些真相会看到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且经过锻炼之后是可以随时想出题就出题的，就像随时连接到阿卡西记录一样。这个时候有人可能就会想问了，我们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未来，能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到底是生下来就确定的，还是说可以改命。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命运的话是随时随地都是一个未知的一个变量，他可能每个人他命运的轨迹会有一条抛物线，就是根据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那个家境，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年龄每个人面临的
那些就是人生的一些挑战会是类似的。但是如果是说通过来训练锻炼自己的正念，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就像一个人他也许是很惨，他也许是负20分吧，但是你通过我自己的锻炼，我自己的修为，我也许不能够达到100分，但是起码从负20分我达到50分60分，这也是可以的。好，那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够吸引到好的运气呢？我就想到了很多的那些灵性的书籍以及课程都会提到，我们要冥想、打坐、禅定，或者说过着那种圣洁的生活吧。每天可以花哪怕是5分钟，走到一个安静的没有人的地方。比如说我会在我家后院有一片草地嘛，在阳光下我会开始来进行打坐锻炼这个冥想的话就是说专注当下，专注我们当下每一分每一秒的一种呼吸。因为我们的大脑会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要么是会对过去懊悔，或者说对未来有各种各样的恐惧。可是呢，其实我们真正能够把握的也只有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每一分每一秒。就很多人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可是就算是实现了那些东西，获得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后，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能够获得的也是当下的每一刻的感受。而通过冥想来对抗掉大脑的那种私心杂念的时候的一个最好的做法，就是专注自己呼吸的一种频率，就是呼吸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呼气吸气，然后潜意识里面告诉自己，我们每呼出的都是那种对于愤怒、懊悔、怀疑、恐惧那种负的能量，而每吸收进来的都是天地宇宙之间的爱。如果说一开始难度比较高的话，一天就5分钟就这样子锻炼5分钟，然后1个月之后你会相信我，一定会有很神奇的效果。好，那对于命运你是怎么看待的？或者说以及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你是怎么样看待的？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也欢迎告诉我，我会出更多的更精彩。我现在至少有200多个类似的故事与话题。好，那就这样吧。好，非常感谢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